大家好呀，好久不见。今天苹果的发布会刚刚结束啊，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快速的浏览。首先，我们直击主题啊 ，iPhone 17 Pro 价格1099美金，起步256GB，16 Pro Max 贵100美金，1199美金。然后这个16E 的价格应该略有下调，然后iPhone 17的价格是799美金啊 ，Air 就是刚刚说了999美金。然后Pro 的话就是1099美金，然后从这个 Air 开始啊，它是用的是这个新的这个 Pro 级别的 i19 Pro 的芯片，然后包括 Pro 跟 Max 都是用这个 Pro 的芯片，然后这个17就用的数字版本的芯片。这个 Pro 版本啊，今年比较大的提升，其实芯片啊，其实只提升了20%啊，性能其实早已经冗余了，但是它主要因为它性能到了一定级别之后，就比较高的水平之后啊，它就是在影像上绝对是无敌般的存在。然后这次它这个 Pro 以及 Max 版本，它的后背板都是这个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3个全视，然后不同的焦段，然后支持这个，而且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除了后置，你看它可以看到这个后置的支持8个这个焦段的这个模拟啊，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数字模拟的，但它效果应该都是不错的。还有它这个然后支持了新的这个视频格式啊，然后支持大家做这些影视后期。然后它这个前置摄像头现在是1800万，然后它那个 CCD 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可以前摄像头都可以做这个宽幅的拍摄，而且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也是拿出来做一个宣传点。然后它这个后面这个中间这一小块好像是应该是那个陶瓷的背板。然后跟耐刮，然后也是然后后面还加了一块比较大的均热板，说是防止高性能的时候散热不均啊，也学过。然后人家想做一定可以做的。然后因为它这次这个基带芯片啊，从这个 C1 啊改成了这个 N1， 所以说它这个性能啊也是大幅度优化，包括这个信号就是也是增强了非常多。然后所以说这个 Pro 版本啊，这今年就是你不能说它迭代不大，就是无感迭代啊。然后它这个玻璃啊，也说变得更强了，但是也是比较好的玻璃啊，所以说常规升级，我并没有觉得特别意外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这个它秀肌肉的这款产品是这个 iPhone 17 Air 特别薄，它把所有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凸出来，特别像那个 Pixel 新出的那个手机啊，谷歌那个手机，它把这所有的这个芯片啊，包括那个摄像头模组啊，都集成在这一小块了。所以下面这么大的地方，而且它美版的也是没有这个 SIM 卡槽，所以说它 SIM 卡也没有，所以说里面就一块电池，所以它可以做的特别薄，这绝对是秀肌肉的产品。价格的话是999美金，也是比较便宜。然后它这里面你看有 C1 叉，还有这个 N1， 对吧？这个不同的芯片，新的芯片。然后它这个尺寸啊是之前那个稍微中等的尺寸吧，不是特别大，6.5英寸。然后因为这个两个新芯片的使用啊 ，CEX 跟这个 N1 的芯片，所以导致它这个待机时间啊也是大幅的增强。然后还有提及的一点就是这一次啊，这个苹果啊是做了快充了，它支持到40瓦快充，然后40瓦的话，它说是20分钟可以充50%，这个对苹果来说算是史诗级的进步。至于这个苹果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开会员去用 ChatGPT 吧，也别指望它有太多的进步啊。然后这个数字版本的话，就是 iPhone 17啊，然后普通版的芯片，然后这里我可以说它这个全系列不光是数字版本 ，Pro 版本啊 ，Air 版本，包括 Max 版本，它这个都有 ProMotion， 对吧？这基础版，包括它这个现在峰值亮度干到3000尼特，基本上也是天花板的级别。然后它这个也是主摄也是4800万像素，但是副摄好像应该只有1200万，应该没有那么高。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副摄我记得没有那么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这个基带芯片永远也是新的，所以说它这个待机时间也是稍微高一点。然后这次也是着重说它这个玻璃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玻璃大家平时也不会摔它，我觉得这也不是一般的升级吧。然后他也说这次也是把这个数据列出来，对吧？可以看到居然有20%的性能提升啊，性能已经如此冗余啊，我不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创新点了。其实这次比较创新是什么？其实这个耳机啊，这一次啊，它这个性能提升带来了一些什么优势呢？它首先这个降噪时间变得更长了，因为它芯片进步了嘛，所以说能耗变得更好了。还有个特别牛的事情是什么？它的连接手机之后啊，它可以进行同声传译，意味着现在基本上这个而且它的演示啊，就是戴着耳机，它可以面对面聊。如果双方都戴一样的耳机的话，或者说就是说手机给别人看，然后那边可以播放语音，然后这边你听到的事情可以
听到的这个不同语言可以直接转译成这个同声传译成这个自己了解的语言。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不知道它第一时间支不支持这个中文啊？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独创的，这个也是，但是它是连着手机，应该是手机算力提供绝大部分的这个计算，而且他说这是本地计算的，所以这个模型也是在本地的。然后它这个有个新的传感器，就是关于这个心跳的传感器，这次它把这个加到了这个耳机上，是个创新啊。别的没有产品这么做过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东西有没有经过 FDA 的有没有 FDA 过审，如果有的话，它那个心电图是比较准确的。它这里好像没有太提及，我们后面可以再关注一下。这次的手表呢，我们主要看这个 Ultra 3啊 ，Ultra 这次呢，它这个除了这个，你还加了个卫星通讯啊，然后还有之前应该也有啊。然后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是那个叫啥，支持压力检测，在这里啊，最上角这个高血压检测。他说他正在递交 FDA， 就是说明 FDA 还没有批过，然后他这个只是说提醒，应该不是高血压的那个准确那种带血压的那种数值的检测，因为那个东西目前来说可能做不太到，但这东西大家一直都想做，苹果应该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新的解决方案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如果 FDA 通过了，把这玩意儿作为纳入医疗这个器械范围的话，那就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另外就正常的芯片升级，包括这个待机市场的升级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特别的地方。然后这个数字版本的话，它这个也是它这里没有写，但是我记得它是有，我去官网上我已经确认过了，它也是有那个高血压的检测的。然后除此之外，就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这个 SE 它这个 mini 的版本它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卫星通讯，也没有5G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测一下心率就可以了，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它这次呢，不光这个手表包括这个手机耳机都是在19当下就可以预定，然后在19号那天就是直接线上线下同步发售了。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苹果这个产品升级，正常迭代，有一些小的突破性的行业性创新，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进步空间，对吧？毕竟只有 Apple can do它这个东西有些东西其他厂商做起来成本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期节目也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后续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这个苹果这个新的产品的这些信息的讲解。拜拜。